仔细看，飞机外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男人定睛一看，居然是一只会飞的鲨鱼。可鲨鱼怎么会出现在万米高空之上？他以为自己眼花，于是揉了揉眼睛，再次看去，却发现外面什么也没有。看来是自己看错了。可没过一会儿，飞机外面突然传来一响，大壮急忙打开窗户查看。眼前的一幕瞬间哑巴呆住了，他连忙告诉大家外面有鲨鱼，可众人不但不信，还调侃他脑子有洞。飞机外的鲨鱼越来越多，其他乘客终于发现大事不妙，可已经晚了。一只鲨鱼突然撞进飞机引擎，飞机瞬间失控，紧接着鲨鱼开始不断撞击飞机，一只鲨鱼更是一口将飞机咬出一个大洞，没系安全带的美女被瞬间吸走，乘客们被吓得惊声尖叫。空姐见状连忙上前安抚，结果下一秒，此时驾驶舱的玻璃已经被鲨鱼撞碎，副机长被吸在了窗户上。机长刚想上前救援，结果两人都被气流吸出了窗外，这下完蛋了，两个司机都没了。飞机开始急剧下降，危急关头，大壮站了出来，他艰难地朝驾驶舱走去，小美也跟在后面。结果舱门突然脱落，巨大的气流瞬间将他吸走。好在他眼疾手快，及时抓住了舱门。眼看鲨鱼就要飞过来，一旁的小黑急忙将手枪递给他，小美捡起手枪连开数枪，最终还是被鲨鱼咬断了一只手。这时大壮已经来到驾驶舱，他拿起对讲机联系塔台，请求紧急迫降，随后奋力抬起方向盘稳住机身。最终大壮凭借超高的驾驶技术以及主角光环的加持，成功将飞机迫降到了地面，避免了一场灾难。然而危机并没有结束，因为鲨鱼正在向城市逼近，一场史诗级的灾难即将来临，大事不妙！无数只鲨鱼在海面上蠢蠢欲动，众人看着眼前的异象，瞬间哑巴呆住了。还没等反应过来，突然一只鲨鱼从海面窜出来。女人见状连忙掏出防狼工具，对着鲨鱼就电了起来。而另一边，沙卷风正在向着城市逼近，大壮急忙跑到球场，通知小伙伴们赶紧撤离。可小伙伴们听后不但不信，还执意要看球赛。就在这时，空中突然下起大雪，沙卷风很快紧随而来，众人这才意识到危险的来临，开始落荒而逃。女孩被吓得直接忘记逃跑，眼看鲨鱼就要飞过来，好在大叔及时出现，拿起球棍一把将鲨鱼打飞。另一边，大壮一行人躲进了地铁，本以为这样就会安全，结果下一秒车厢突然开始晃动。大壮上前一看，发现海水已经涌入了隧道，鲨鱼也在其中。大壮瞬间懵了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大壮赶紧让众人往前面的车厢走。可那鲨鱼也不是吃素的，扑哧一下直接撞开车厢，躲闪不及的保安被一口咬住。危急时刻，胡子哥救下了保安，结果自己却不幸领了盒饭。此时地铁已经到处都是鲨鱼，大壮也不慎被鲨鱼缠住，他用球棒死死卡住鲨鱼，却不料球棒被鲨鱼一口咬断。大壮顺势捡起断棍，朝着鲨鱼头部用力一刺，成功解决了鲨鱼，随后带着众人逃出地面。此时一股超级龙卷风带着鲨鱼正朝着城市慢慢逼近，人类顿时间吓得慌忙而逃。小黑准备带着同伴逃跑避难，不料手里的箱子掉在了地上，就在他去捡箱子时，一个头像径直飞了过来。女人带着闺蜜一路狂奔，那头像就像装了定位一样，在身后紧追不舍。好在女人及时爬上卡车，把她开到了路边，这才成功的躲开一劫。这时龙卷风已经到达城市，大量海水涌入街道，没一会功夫，大壮几人就被海水包围，周围还布满了鲨鱼，再不离开大家都得领盒饭。大壮灵机一动，问司机要了条绳子，接着把绳子挂在横杆上，成功把几人转移到了安全位置。可轮到大爷时，因为脚抬不起来，被鲨鱼连人带绳一块拽到了水里，水马上就要淹没汽车。没有办法，大壮只好鼓起勇气，使出绝活蜻蜓点水跑了过去。随后大壮几人来到天台上，决定用自制的炸弹打散沙卷风。城市突然遭到龙卷风袭击，更恐怖的是，龙卷风里携带着大批鲨鱼。大壮和黑妹来到天台，决定用自制的炸弹打散沙卷风。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炸药，放在橡皮筋上，点燃后奋力往后拉。可炸弹爆炸后，沙卷风没有丝毫反应，看来是热能不够。大壮决定增加炸药再试一次。突然一只鲨鱼飞了过来，大壮连忙捡起一旁的宝剑递给黑妹，黑妹则顺势拔出宝剑，用力一挥，直接将鲨鱼劈成了两半。随后两人再次朝沙卷风发射炸弹，炸药不仅没有破坏沙卷风，反而炸死了一大批鲨鱼。鲨鱼带着火光纷纷掉向地面，躲闪不及的行人被直接砸成了肉泥。没有办法，大壮只好决定先离开这里。可刚回到地面，一只巨型鲨鱼就朝他飞了过来。他赶紧拿起手里的电锯，使出一个必杀技回头望月，直接将鲨鱼切成了两半。随后大壮和黑妹来到了另一处大楼，这座大楼里有着大量冷却剂，他们决定炸掉冷却剂来制止龙卷风。大壮让小美先去接通电线，自己则留在天台引爆冷却剂。突然又一只巨型鲨鱼飞了过来，大壮连忙拉开电锯攻击，可那电锯就好像睡着一样，怎么拉都没反应。关键时刻小美赶了过来，只见她伸手用力一挥，鲨鱼瞬间被劈成两半。原来小美将左手改成了电锯。此时黑妹已经来到控制
是，他徒手将2条高压线绑在一起。可就在大壮准备将电线连接到栏杆上时，却发现高压线长度不够，时间紧迫，大壮只好将自己充当导体。冷却剂成功被引爆，2人瞬间被炸飞。龙卷风在吸入冷却剂后，没一会就彻底消失了。鲨鱼在没了龙卷风的动力后，纷纷从空中掉落下来。地上的人们没有退缩，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开始战斗。被炸飞的大壮也没闲着，他接过一把电锯在空中大战。接着他又拿起一条铁链拴在鲨鱼身上，把鲨鱼当作坐骑，成功迫降到避雷针上。就这样，一场风飞鲨危机终于解除。电影到此结束。不得不说，外国人的脑洞是真的大。小编在看这电影的时候，不知道吐槽了多少遍。